莫里森正试图以国家安全为主要竞选议题。I shared the same red lin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when it comes to these issues.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We won't be having Chinese military naval bases in our region on our doorstep. 中国和所罗门群岛日前签署的一份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不仅挑动起了美国的神经，让白宫派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亲赴施压，还让澳方政客找到了炒作的话题。中所安全合作基于相互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是两国主权范围内的事，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公开透明、合理合法，无可指摘。所谓中国在所罗门建立军事基地的说法，完全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编造出来的假消息。对于莫里森所谓红线，汪文斌强调，南太岛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不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后院，试图把门罗主义复制到南太地区，不得人心，也根本行不通。我们要问，美英澳打算什么时候将 AUKUS 交由包括南太岛国在内的地区国家进行审议呢？美国还声称，中国加强在所军事存在将引发美方重大关切。照美方的逻辑，美国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近800个军事基地，这早已引起全世界的重大关切了。美方打算什么时候关闭它的这些军事基地呢？实际上，就中所安全合作协议，所国政府也予以澄清称，中方并没有要建军事基地，并承诺澳方在所利益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所总理索加瓦雷还表示，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对所罗门群岛与中国安全谈判的强加干涉，这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是非常侮辱性的。We find it very insulting, Mr. Speaker, to be branded as unfit to manage our sovereign affairs.Or have other motives in pursuing our national interests. Australian media is on about Solomon Islands, is being pressur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build a military base in Solomon Islands. That's Australian media, Mr. Speaker. Where does that nonsense come from? The security treaty, Mr. Speaker, is pursued at the request of Solomon Islands government. We are not pressured.尽管中所双方一再表明立场，但依然未能挡住澳大利亚政客口不择言。The only way that you can preserve peace is to prepare for war and to be strong as a country, not to cower, not to be on bended knee. 周日，澳大利亚防长达顿在接受采访时，除了表示澳大利亚需要为战争做准备外，更是语出惊人，极力渲染中国是日益增长的威胁，声称中国可能在未来4年对澳大利亚及盟国的首都发动化学武器攻击。不过，也许意识到自己的口无遮拦过于疯狂，达顿后来改口称，自己的这些言论不是针对中国，也不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大选造势，只是想对澳大利亚人民坦诚交代，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时代。对于澳防长达顿有关涉华表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澳方个别政客关于通过发表抹黑中国、鼓吹战争的疯狂言论来谋取政治私利，这种卑劣做法，中国人民看得很清楚，国际社会也看得很清楚。最近几年，中澳两国关系迅速恶化，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政府采取错误的对华政策，跟随美国在国际外交场合上抹黑攻击中国。今年2月19号，澳大利亚国防部声称，一艘中国军舰在澳专属经济区内用激光照射了一架澳洲军机，并表示这可能危及人员生命。总理莫里森连续2天对此事进行评论，称当时中国军舰非常接近澳大利亚领土，要求中国进行全面调查。对于澳方炮制的所谓中国舰艇激光照射事件，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均作出回应，敦促澳方停止恶意散布涉华虚假信息。有分析指出，莫里森政府执政的这段时期，在对华政策方面一直跟在美国后面，着眼于遏制对抗等一系列操作，这导致澳大利亚自身在对华贸易和对亚太地区的整体贸易以及自身总体外交实践不仅乏善可陈，而且往往产生严重自伤恶果。澳大利亚民众对此应该说看得很清楚，所以在选举中，莫里森政府面对国内施政不力，却将民众福祉造成损害的一系列政治后果甩锅到中方，这种操作令人可鄙和不耻。
澳大利亚呢一贯把南太地区作为自己的后院。那么第二点呢，从现实问题来看，实际上澳大利亚现在也划定了自己的周边，然后呢，实际上和中国在很多利益上面呢是有重叠和冲突的。所以呢，实际上在这个印太战略整体的这种引导之下，实际上把中国的这种正常的和国外的这种“一带一路”建设啊，包括一些正常的政治合作，都军事化和政治化。那实际上呢，也是我觉得根本上是美国和这些同盟体系想维护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整个地区秩序的一个主导权，来遏制中国力量的一个上升。